来，我们还是把以太坊说一下啊。以太坊的策略的话，我们应该是昨天上午给到了一个策略，然后理由是什么啊？首先，很多人在问，就是为什么会在$2950到$2970这个地方，然后做挂单啊，左侧这个区间做左侧的一个挂单，然后入场，然后我们的止损放在前低位。然后放在一个极限的一个点位2893，也就挂了2890这个点。首先以两套逻辑去看，第一个，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图表。首先我们打开4小时图表，那从4小时图表当中我们能看到啊，这整段上涨啊，这一段的一个上涨。来，我们把图表清空。那这一段上涨，我们首先拉一个斐波那契，0.5以上是一个溢价区，0.5以下是一个折价区。那我们说 ICT 本人啊认为0.705是一个绝佳的位置，那么0.618也是一个绝佳的位置。那这是一个区间，我们先标注出来。首先以这一套逻辑去看。那第二套逻辑呢，我们以我们之前1.0的交易系统，然后来看，首先它的回调买区落在0.618和0.382，那这是一个买区，对吧？从这个逻辑，首先这是这个观点。那第二个逻辑是什么？首先这是一个上涨回调，这是一个拐点。那拐点破机构订单出，来我们把图表稍稍清一下啊，来我们把这几个框给拿掉啊。我们先给它隐藏起来。首先你会发现啊，在整个4小时图表当中的一个上涨波段当中，那这是一个上涨波段。那以这一段上涨波段来看，那它目前啊，以这一段来看，它的回调的买区应该落在新的0.382到0.618，这是一个买区，它回到的是一个买区。那这是这个逻辑。那第二个逻辑呢，就是以折价区和溢价区的逻辑去看的话，它也是回到的是一个折价区。那并且呢，这是有一个拐点，的。那拐点破机构订单出，对吧？这是有机构订单买区，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就是以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来看，它也是回到的是一个买区之内，和周线和日线级别的一个回调买区。那这是整个这个逻辑。那以这样的一个逻辑来看，首先这一段回调的0.382和这个订单买区是重叠的，重叠在$2950左右。那这儿还有一个相对的等低点。我们说相对的等低点是一个流动性的掠夺啊，就是需要去掠夺。那也有不平衡的供应加缺口在这个地方，你看，这是完全填补掉了这一段啊剩下的一个供应加缺口。那这是其二。其三，在结构被打破的地方是这儿结构打破的这一根 K 线是完全打破结构的，而打破结构前的低点。回踩低点是这一根 K 线，但是它存在流动性。那我们说上涨前的最后一根 K 线是这根啊，那如何去细分？的时候，应该是切换到更小的时间框架啊，你去细分它。所以说，我们就认为在2930到2970之间。它是一个 OB， 一个看涨的 OB。那对于看涨 OB 的逻辑，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儿有供应价缺口，如果填补掉这一部分供应价值缺口以后回到 OB 的话，你看极限的回到 OB 2938。那么这种极限的位置为什么不去挂单啊？我们是做左侧的话，为什么不去挂单的话，那很容易给不到，它可能斩获流动性做反弹。那这是这个逻辑。下一个逻辑是切换到1小时图表，你会看得更清楚。那首先这是有两段空头结构，我们以斐波那契以低点作为颈线，然后高点作为0，
对吧？它的1.382到1.272是一个反转区，那反转区刚好是回到了什么？回到了一个买区。那首先这一段大的一个空头结构，它的1.272到1.38。那第二个小的空头结构在这儿，我们拉出来以后，它的2到2.618和上面的1.272到1.38是重叠的，而且和斐波那契的0.382以及机构订单买区以及这一整段的回调买区是形成重叠了，而且在拉升过程当中拉升了一个不均衡的区域的一个 FVG， 那回来填补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前面留下的不平衡的过云加缺口也是会被填补掉的。所以说我们在前面说2953左右这个位置，那是一个非常极限的一个 PUA， 也就是一个左侧博弈的一个好的一个点位。那你博弈反弹它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你看它回到了这个区域以后是一个1、2、3、4、5重篮筐重叠区域。那你说一个5重篮筐重叠区域，它的支撑作用是非常强的，它在这儿反弹的作用是非常强。而你看这一波行情下来以后，成功的斩获了前方的一个相对等低点的一个流动性，拿掉以后，你看这做了一个什么小级别的一个结构的突破。而在刚刚做了一个结构的一个突破以后，因为上方这是一个拐点，从1-2图表当中这是一个拐点，那这个拐点它是完全去打破了前方低点的一个同周期级别的一个结构的打破。你看形成第一次的BOS， 然后第二次的 BOS， 那2次结构的 BOS， 然后现在要打破这一段下跌结构的关键点应该落在这个拐点，也就是3032.5美金附近。那这个点一旦被打破以后呢，那整段空头结构也就被打破了，也就形成了新的 MSS。 那么在整个运营过程当中，今天晚上成功的又盘出了一个 W 底的一个形态，而获得了这个地方的 BSL， 然后形成了一点点的回落。那如果这一段能够实打实的实体站上去，然后形成回踩，然后往上走，再往上走到3093.44到3141.94的可能性就非常高。那还有一个逻辑就是15分钟，然后这儿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新的一个 W 底的一个结构。那这一段的结构形成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受到了 1.618 的阻力，对吧？形成回落，那上方3043到3071.42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那就目前为止它是做了15分钟这个低时间框架它的一个结构的打破。你看这样的一个结构打破，那上涨回调上涨。那以这样的一个逻辑去看，那这一段，那以这样的一个低时间框架去看的话，它回到2988左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也就刚好在这个 W 底的一个颈线的位置。那么这一段结构也是完全成立了。你看，首先第一个是内部结构的延伸，第二个是这段外部结构的延伸。那这儿如果以这整段来看的话，它以15分钟它也是属于一个同等级别的一个波段，它的一个结构之间的一个突破，而真正的外部结构的关键防守点应该落在这个点3032，那么这儿和1小时的点是一个点，那只有这个点被打破以后，那整段空头结构它就是完全断掉的，那么现在的定位它就是一个反弹，但是这儿有结构的支撑，往上走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那稳健的就是结构的打破，首先以这段下跌反弹下跌，对吧？那打破结构，
外部结构打破了，第二个回踩，然后 OB 继续，那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这叫高时间框架和低时间框架的形成结构的对齐。首先这儿是上涨波段，内部结构的和外部结构形成了对齐。那么从这儿打破以后，就演变成了空头结构不想再跌，不想跌了，就是转多了。那转为多的结构呢，从内部结构的角度上来说，还是一个看多的结构表现。所以说这两个结构就是对齐状态，那叫双重验证。那回踩 OB 填补不均衡区域，然后形成往上突破的一个态势。那第三种就是什么？那这儿继续回踩 OB 以后，那继续下来，然后再回补缺口，然后搭建了新的 OB， 对吧？触及 OB， 然后继续往上走。那这就是对于以太坊的一些看法啊，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在2950到2970之间做左侧挂单博弈的逻辑，以及接下来的一些策略和思路的一些分享。OK。